恭送帝君。孤寂蓬莱劝人间客，是以众生与爱难求。但去尘埃又会如何？此心可悟不可修。造化酿成风月一滴泪，伫立的悲心梦蝶梦秋水。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给我把苦那一位，都应战于苍生同悲。3000浊浪催，心不染成灰，山甘云干碎。我看不破地居天回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妄年岁，空有热烈无一归。千江有水千江醉，为轻狂为恩义奉陪。辨人生贵美，无我亦无畏，浊尘负慈悲。哪怕一字有去无回，葬我真心与红尘同美。可错过，可扬回，放作有情人的悲。做了山主就是不一样，看着山境景色都比平日要好。哎，停！哎，干嘛呀？干嘛？不就叫你做个山主，你至于吗？你要是死了，我一个人统领山境有什么意思？算了，一同辞去，罢了。放开！不放！我不会自寻短见，安安稳稳做你的山主，行吗？我腕上印记是我所寻之人留下的。我刚才是用法术，让我的骨血与他的灵力合二为一，便能唤出鱼儿。鱼儿会随着他的气息顺水流去，去寻找他的踪迹。天下之大，你这得放多少血才能找到他呀？你这么个自虐的做法，我可不赞同。我们还是想其他办法吧。只要能找到他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这么深情，你要找的人，怕是个女妖吧？这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不是吧？难道我这2天干活干累了？哦，天哪！大好年华，一个妙龄女子，冒名失忆就算了，
我不能变成丑八怪啊！我。哼，粉色印记的鱼，难道是老天爷听到了我的哀嚎，给了我一个药引子？ 都说以形补形，没想到吃了这个美鱼还真能恢复美貌。不行，我得再逮几条。哎，这老头干嘛拿木剑刺我？难道这鱼是他养的？这位大，还是跑吧。南都百姓众多，这小妖乱施妖力，恐怕会惊扰了凡人。不是吧？一条鱼而已，只有这么久，什么冤什么仇啊！这小妖，妖力不济，脑子倒挺灵光。芷溪仙子啊，今年各宫的法器更换，竟是由你负责。银灯仙子即将升任帝尊的掌事女官，事务繁多，因而阁中琐事暂由我代劳。如此说来，他若一走，那你就要成为妙法阁的掌事了吧？妙法阁近100年来无新人进出，也是时候该交替一批了。是啊，到时候了。帝尊，诸位仙家，我乃妙法阁掌事银灯。仙家法器200年一更换，旧物焚烧、新物调备等事宜，往日皆是由我负责。如今银灯即将离开妙法阁，下任掌事仙资尚浅，银灯担心其办事不力，特在卸任前为众仙家提前准备好了新制法器。银灯仙子有心了。此物甚是精美，是何法器啊？回帝尊，这是我为应渊帝君提前备好的法器，他下凡历难，来日回宫便可直接佩戴。好，不枉你在偃虚天宫伺候一场。呈上来。
这条腰带为何如此香气四溢啊？此乃我特调的破罗香，可以醒神聚灵，有益于仙体恢复。你这巧思啊！不对，这腰带怎么少了一枚玉钩？这也许是银灯疏漏了什么，请帝尊恕罪。帝尊，银灯长侍向来关心帝君，行事周密，他绝不会犯此等错误。这玉钩，怕是被人偷走了。此话怎讲？帝尊有所不知，此前妙法阁中便有法器丢失了，只是长侍担心会引起天界混乱，才没有上报。而如今又发生此等之事，想必是有贼人盯上了妙法阁，还请帝尊明察。帝尊日理万机，此等小事，阁内自行解决便可，不敢劳烦帝尊。银灯仙子为妙法阁劳形苦心，离阁之际，若是因为这奸贼错蒙粗制法器之冤，反倒显得天界不公。帝尊，若九重天上真有奸人，理当查清。两位仙子，请在此等候。长侍不是一直想抓到偷极阴符的贼人吗？如今有天兵帮忙查探，长侍应当开心才是。为何如此忧虑？莫不是长侍担心天兵会找到什么不该找到的？这腰带是你动的手脚。长侍平日里私藏了那么多帝君的器物，我不过是上行下效，有样学样罢了。你要做什么？我倒是想问问长侍想要做什么。破罗香由丁子、鱼蜜等原料制成，的确有修养仙身的功效。可若是每件都增加分量，再配上几味药材重新调制，便会制成魅惑人心的天界禁香——魅蛊香。纵使你查到又如何？我尚未加入那几味药材，你定不了我的罪。长侍不加，我难道不能加吗？走。银灯仙子，你私用禁香魅蛊香，企图诱惑帝君，如今证据确凿，还有何话可说？
儿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欢喜戏班新戏《梨园会》今日首演，感谢诸位多多捧场，感谢诸位多多捧场。咱们进去看看。王公子，里面请。张大人，张大人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感谢诸位多多捧场。好，好，妙啊！今儿这戏着实不错，我觉得呀，是欢喜戏班演过最好的了。是啊，不知是哪位话本大家所写啊？这是我写的，我写的。走，放开我！偷盗帝君玉钩，私用天界静香，如今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冤枉的？走！放开我！参见妙法阁掌事。我来送送他，还请各位仙友行个方便。你谋划这一切，都是为了今日进仙登位吧？你可真是个心思阴沉的小人。昔年仙籍官勾结权势，伪造叶望川名录之罪，现已查明，被判49道雷刑鞭。他在行刑撤职前写下的最后一个仙籍变更，便是你日后的归属。八苦池，水清，为修仙园；雾禅心，以利难；水浊，为容仙骨，化凡人之刑罚。帝尊现已下旨，削去你的仙籍，抹除你的仙意，打落凡间，永不为仙。帝君只是下凡历难，总有回宫之日，而你却再也回不来了，只能在凡间承受着肉身凡胎之苦。输了，便是输了，任凭你处置。我不后悔。无论如何处置你，颜淡都再也回不来了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锁一丹。我要让你带着仙子的记忆，在凡间屈辱度日。敢问自命不凡的银灯仙子，这应该比让你死了还痛苦吧？我要把你加诸在颜淡身上的痛苦，100倍、1000倍的还给你。出来吧。颜淡，姐姐做到了，
姐姐替你报仇了。原来，你昨日找我，让我在银灯成交法器时帮你说几句话，是这个用意。其实严旦，他没有死。我先前没有告诉你，是因为我还在生你的气。帝君救下了他，送去了凡界。严丹，他变成凡人了。严丹被帝君强行送出了夜望川，仙灵虽散，却可化为妖元。现在，应当是个自由自在的花妖了。严丹曾和我说，因为你是他最亲的人，所以他无法原谅你。但他始终希望你能够摆脱心魔，而你在他心中，你永远都是那个强者。芷溪，以后好好度日吧。严旦，他由始至终都希望你能够开怀畅快的生活，好吗？怎么这班愁眉不展的？梨园会连演10场了，场场爆满。班主让我留下来，让我努力写下一部戏。啊，我呢，虽然不知道我是从何而来，可是我深知我以后的目标。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写戏，我的目标就是要名扬四海，成为第一话本大家。虽然我现在雄心壮志，可是我此刻文思枯竭。我什么也想不出来，不知道我要写什么。你这戏写的虽好，但这戏中的人物情感却很生硬。梨园会之所以能打动人心，正是因为它是原型经历所致。你年纪尚轻，未经世事，不懂人性的复杂艰深，没有亲身经验，自然写不好这戏本。将臣，那你可以告诉我怎么做吗？这人世间的情感曲折多变，难以言说，唯有切身体会，方能品悟。旁人是教不来的，你须得行遍四海，历经尘世，体验人间五毒、六忘、七情八苦，方能见众生，见自己，领略到真正的爱恨离愁。唯有这般，你才能写出打动他人、刻骨铭心的故事。五毒、六忘、七情、八苦。走。按照山主吩咐，已将此前为囚妻所驱逐欺压的部族一一收拢，按各部族人口划定地界，分拨10两。众妖族皆心悦诚服，唯有虎族因部族向来强势，为众妖之首，想多分些地皮。山主您看？我看行。依我之见，现如今野兰山山主已改，山规已变，不以强弱划分地皮10两，为的是整治恃强凌弱之风。你告诉虎族，他如有任何不满，便可提刀来见。
若能胜过我和紫菱当中任何一个人，他的要求，我便悉听尊禀。于墨说的没错，现在想着要地，当时杀裘西的时候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是。有什么消息吗？无论是羽族，还是山主您亲自送出的水族，至今都还未有消息。山主寻人心切，能否提供多一点的信息？例如那女子的外貌、特征、年龄什么的。贪吃，一口气便可以吃一只鸡。义气，无论朋友遇到什么事情，只要是朋友的事，他都会第一时间冲过去。虽然灵力不行，自恋，但是这都是以前的他。他与我的印记还闪亮着，必然活着出了忘川。可如今，他是化身为人，下凡为妖，还是重修仙态，无从得知。会否他已变换了容貌，亦或是化作了花鸟鱼虫，浴血丰收？紫菱，我下山一趟。什么？于墨，现在山境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，你要走了我怎么办？羽族100人几日便可找遍凡界，水族4通8达，5湖4海几日也能找遍。再怎么样，也比你一个人找得快吧？可是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，他依旧是杳无音信。这世上，唯有我，无论他身形怎么改变，面容如何变化，一眼便可认出他来。流云不解斜阳卷，老爹不解丹蜀愁。哎，人家戏文里可不是这么写的。我在凡界练练功法，看看戏，本来过得好好的，谁叫你非把我拽到这深山老林里？你参见山主，狼族族长元丹得山主厚待，特来谢恩。不必，你可否把刚才的戏文再读上一遍？既然你喜欢练功法，那这把短刀想来适合你。流云不知斜阳卷，高楼不解流水愁。猿声灭，韶华却，几时休？你也喜欢看戏吗？西风眠，弦歌断，流云不知斜阳卷。高楼不解流水愁，猿声眠，韶华却，几时休？斜阳照耀着世间，只因为世间是他所爱，哪怕不被任何人了解，亦无怨无悔。雨墨，今日便让这玄心崖为仙君下一场雨吧。仙君，你放心吧，我会替你好好照顾雨墨的。是他，一定是他。但是我愿意把山境之内所有法器全部给你。你能否告诉我，你在何处听闻的？哦，山主，这出戏叫梨园会，是出新戏，在凡间红火得很，许多戏班子都登台翻唱了。早就说过要做6界第1话本大家，没想到如今亦是如此。他若在等我，我就算寻遍世间所有戏班，又有何难？收妖护民，本就是我凌霄派当为之举。二位夫人，不必如此客气。我家女儿被猫妖附了体，多亏那唐州小天师，我们一家人才得以团聚。若不是唐州天师，我家田地到现在还被鼠妖占着呢，理应登门道谢。这唐州天师人呢？
二位夫人登门造访，究竟何意啊？不如直言。都怪我那没出息的女儿。唐天师为她解了妖法，她便对唐天师一见倾心，口口声声说非她不嫁。我家闺女也是如此。我知道凌霄派的规矩，这为掌门者不可婚娶，但普通弟子尽可婚嫁。我听闻唐州即将到籍贯之年，未有婚约，这不，我闺女的生辰八字都带来了呢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今日啊，须得见唐天师一面，以表谢意。掌门大人，您可莫要推脱呀。唐州眼下这副样子，二位夫人还如此热心，我这心里欣慰还来不及，怎会推脱？唐州天师他……唐州他不幸得了天花，若真的有痴情女子愿意下嫁照料一二，我也算对得起我那死去的师兄了。这个……哦，掌门。哎，哎，掌门，那些夫人可走了吗？走了。你20生辰将近，这上门求亲的人家真是一日多过一日啊！依师门规定，掌门继承者不能婚娶。幸好你一心修行，无意情爱，我心甚慰。但是也没有必要整天编一些天花费劳的托词来咒自己啊！掌门，我们凌霄派除妖辟邪，本就百无禁忌。既是托词，当然要让人无法拒绝了。掌门，有件事呢，想拜托掌门一下。今年是师父10年的忌辰，我下山游历，无法去他的灵前尽孝，还请掌门代为烧墨，以及哀思。我一定带到。师兄没有看错你啊，你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。这是你第一次下山，切记小心。好。对了，掌门。我还有一件事，想请教你一下。这些年，我不知为何会常做同一个梦。梦中呢，有一个伤心欲绝的女子，在我面前跳下了一座桥。这女子可是你认识的人？应该不是。她一直背对着我，我看不清她的面容。每每梦醒，我都会心痛难忍，几乎喘不过气了。难不成那是我的孽债？若依周公释梦之说，梦中之困乃人的弱点。唐昭，你从小天赋异禀，功法有道，乃凌霄派历年弟子之最。可实际上，你涉世不深，心肠柔软。这梦境或许正是在提醒你，不要因不然而被女子所欺骗，错信要挟。昔日你的师父，就是因为同情和错信了女妖，才被害身亡的。弟子明白。凌霄派荡尽妖邪，绝无宽纵。唐州，一日都不敢忘。掌门放心，待我历练归来，您就会知道我的决心了。我相信你，绝不会让凌霄派失望的。好。杀尽天下番归人。哎，
这个乌龟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哦，你居然是个乌龟小王八！你在笑？在笑我杀你灭口我！喂，你给我站住！雨墨，怎么了？快救我！不准说，不准说！救人是吗？不准说！哎，雨墨，你知不知道他的真身是什么？啊，我猜他应该是屎壳郎吧？什么屎壳郎？我在你心里就是个滚粪球的虫子呗！哎，他比屎壳郎没强到哪儿去，他的真身是一只大乌龟。我不是只普通的乌龟，我是只仙龟。啊呸！仙龟为什么要睡在棺材里啊？仙龟这么没有安全感的吗？行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本来是身在仙池里吃鱼吃虾，比谁都悠哉，但不知道倒了什么霉，遇到了神仙，天天来翻我。后来有个神仙好心把我翻回来，这一来二去的，搞得我小命差点归西。那换作是你不躺在棺材里保平安呢？哎，那小仙龟是你啊？啊？你真的是小仙龟啊？哎，那你不记得当初救你的2位神仙了吗？我当时被翻的差点呕吐致死，我管他谁呢我？雨墨，我告诉你，你不准让他说出去。你要是敢说出去，我……你什么你啊？叶老山的小妖注意了，此离的真身是一只乌龟小王八。你干嘛？雨墨，你这个见色忘义的，我回来再收拾你，丑八怪！龟小弟。阿晶，你站住！你这个死乌龟别追了，你是乌龟根本追不上我的，知道吗？看这什么？我今天非得劈了你我！你这个接啊！百灵姐姐，我赌5个果干，颜淡姐姐今天恐怕要被打回原形了。我赌10个，颜淡必赢，因为有雨墨山主护着。百灵说的没错。那可是我刚晒好的果子。哎呀，你再晒便是了。颜淡，接着打。知道了。接着。哼。小乌龟。岁月静好，莫过于此了。你死定了你！我跟你拼了我！打死你！站开！站开！唐周师兄，你为了躲这些烂桃花而出了师门，可我这掐指一算吧，你这一行怕是要有桃花劫哦。是吗？秦琪，师兄一路顺风，早日归来。熊族、鼠族、猫族皆已归顺，除狐族仍旧不肯收降外，已是万妖归宗。恭贺2位山主，如今已是万妖之王，号令群雄，莫敢不从。万妖之王，尽听号令。起来吧。既然尔等皆已顺从，不计前嫌，我与紫菱定会在此山境之中，为大家寻找住处，供给生息。岩兰山的规矩，想必诸位都很清楚。各族之间不许内斗，不许争强斗狠。下山之时，更不许祸乱凡间。若被我发现，定不饶了他，而且会亲自处罚。承蒙2位山主不弃，我等日后定会痛改前非。只是，说，只是什么？这些年，颜淡姑娘总是带着山境妖兵前来打劫，
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啊。不，是劝说，劝说。我们几个族长已经是诚心悔过，能不能恳请严旦姑娘大发善心，至少也把我们的妖元内丹还了？哦，此事我听严旦说过，他说你们族妖力深厚，祸乱凡间，欺压百姓，而且这些妖元留在你的身上，也是徒生事端。我觉得他说的没错，于是便把你的妖元当成骰子，让他扔着玩了。啊！山主，严旦找你。没看到我正在同各位议事吗？让他稍安勿躁。他说你若不来的话，今晚就没夜宵吃了。来了。这少见多怪。我们这万妖之王，虽然号令群雄，但偏偏折在一个莲花精手里。都告诉他了。啊！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是我给他的惊喜，千万不能说，千万不能说。你还是告诉他了。我的山主大人，别人的惊喜那都是珠宝首饰，好藏得很。你盖的可是个藏书阁，这么大幢亭台楼阁，让他不发现，也太难了吧？就你话多。严旦，于梦，你看我找到了什么？严旦，周公，我想在山径上搭一个戏台。只要是莲青喜欢的，我定会双手奉上。好想喝鱼汤。莲子煲鱼汤，想来甚美。